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这个当红娘的都差点气到躺板板的故事。这事儿说来真是气死个人，我都不敢相信现在有些家长能做出这种事情来。话说去年夏天，有个女生小芳找到我，一来就说：丽姐，我都32岁了，家里逼得紧，能不能帮我介绍个条件好一点的对象啊？我一看这姑娘长得倒是不错，身高1.65米，在银行上班，工资也还可以。但是她一开口我就知道这个不太好办。你们猜她提了什么要求？男方必须有房有车，身高1.8米以上，年收入税后50万起步，年龄不能超过35岁，最好是事业单位或者国企的。小芳掰着手指头一条一条的数着。我当时就忍不住说：妹子啊，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，现在的男生能有房有车就不错了，你还要求这么多，是不是有点为难人家？丽姐，这不过分吧？我觉得就是基本要求哎。小芳还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家条件也不差啊，我爸妈都是退休教师，我自己也有一套小房子呢。哎呦，我听了都想扶额叹气。但是既然人家找上门了，我这个红娘也只好尽力而为。还真别说，还真让我找到一个差不多符合条件的男生小王。小王是省级事业单位的，今年34岁，身高1.82米，长相周正，有车有房，年收入确实挺可观的。唯一的缺点就是都34岁还单身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这反而说明人家条件好，不随便找对象。安排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戏。小芳一看到小王，眼睛都亮了。小王也挺满意的，觉得小芳气质好，谈吐不错。俩人聊得特别投机，从工作聊到兴趣爱好，从人生理想聊到未来规划。见面之后，小王主动加了小芳的联系方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经常约会，处得也挺好。才2个月，小王就跟小芳说想见家长。本来这事儿进展得挺顺利的，谁知道见家长那天问题就来了。小芳妈妈一开口就问：小王啊，你们单位年终奖多少啊？公积金比例是多少？你那套房子多大啊？小王倒是实在，把工资待遇都说了。但是丈母娘大人还不满意，又问：那你准备给多少彩礼啊？小王说：阿姨，我觉得18万应该差不多了吧，毕竟我有房有车，工作也稳定。谁知道丈母娘一听就不乐意了。哎呀，现在的彩礼都涨价了，我们小区前几天才有人结婚，男方给了35万呢，你这18万也太少了吧。这一下子就把小王给整不会了。但是他还是很有礼貌地说：阿姨，我觉得婚姻最重要的是2个人感情好，彩礼只是一个形式，而且我确实已经很努力了。丈母娘听了小王的话，立马就变了脸色。什么叫形式啊？这可是我们老家的传统。再说了，你工资那么高，18万对你来说不就是毛毛雨吗？小王还是好声好气的解释：阿姨，我确实工资不错，但是北京房价这么贵，我每个月要还房贷车贷，平时还要养家。再说了，结婚后还要装修新房，要准备婚礼，这些都需要钱啊。这时候小芳倒是挺懂事，插话说：妈，我觉得小王说的对，咱们别把彩礼要得太高了。谁知道丈母娘一听女儿这么说，顿时就急了：你这孩子懂什么？现在这个社会，不要个像样的彩礼，人家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们？再说了，你表姐结婚的时候可是收了40万彩礼呢。我当时在旁边听的都不好意思了，赶紧打圆场：大姐，现在年轻人压力都挺大的，咱们也要体谅一下。再说小王条件这么好，人品也不错，你看他对小芳多好啊。哪知道丈母娘越说越来劲：小王啊，这样吧，你要是真心想娶我女儿，就按28万彩礼来。你要是觉得太多，那咱们就算了，反正我女儿条件也不差，不愁嫁。小王听了这话，脸都绿了，但是他还是强忍着气说：阿姨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是这个数实在太高了。我们单位同事结婚，最高的彩礼也就20万。哎呀，那是人家自己愿意要少的，我们这不一样啊。丈母娘越说越离谱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28万已经算少的了。你要是真心想娶我女儿，这点钱都出不起，那还谈什么啊？
小芳这时候都快哭了，妈，你别这样，丈母娘却不依不饶，你别管，这是大人的事情。小王，你今天就给句话，到底行不行？小王深吸一口气，站起来说，阿姨，我觉得咱们这婚结不成了。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价值观的问题。我本来觉得小芳很好，但是我现在发现我们家庭的……这话一出，丈母娘立马就炸了。什么价值观？你这是看不起我们家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要求这么高是应该的。你要是觉得给不起，趁早说清楚。小王听了丈母娘这番话，终于忍不住了。阿姨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我是真心想跟小芳在一起的，但不是让您这样漫天要价啊。您说给不起，我倒是想问问，您准备给小芳多少嫁妆啊？这一问可把丈母娘给问住了，支支吾吾地说，这个嫁妆的事情，到时候再说嘛，现在不是说彩礼的事情吗？小王冷笑一声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您就想着要彩礼，却连一点嫁妆都不愿意准备，您说您这不是把女儿当成摇钱树吗？我当时听得都惊呆了。平时温文尔雅的小王这会儿是真的怒了，但是说实话，他说的也没错。丈母娘被说中心事，顿时就恼羞成怒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家小芳自己有房子有存款，还需要什么嫁妆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势利眼啊？妈，你别说了。小芳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哭着说，我的房子是我自己赚钱买的，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您凭什么用我的条件去要这么高的彩礼？丈母娘一看连女儿都不帮自己说话，更来气了。我这是为了谁啊？不就是为了你好吗？现在的男人要是不给够彩礼，以后肯定不会对你好。这话一出，小王直接站起来就要走。阿姨，您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。感情是用心经营出来的，不是用钱买来的。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，您根本就不是为了小芳好，您就是想借女儿的婚姻发笔。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？丈母娘气得直哆嗦。你要是这么说，这婚就别结了。不用您说，我自己也不想结了。小王说完，转身就往外走。这时候小芳哭着追了出去。小王，你等等。谁知道丈母娘一把拉住小芳，你追什么追？这种小气的男人不要也罢。我看不下去了，赶紧站出来说，大姐，您这就不对了。小王条件这么好，对小芳也是真心的，您这样做不是把女儿的幸福往外推吗？丈母娘听了我的话，不但不反省，反而开始数落我，你一个红娘懂什么？现在这社会不要个够数的彩礼，女孩子嫁出去会被人看不起。你是不是收了人家男方的好处，才一直帮他说话？哎呦喂，这话可把我给气坏了。大姐，您这话可就难听了。我当红娘这么多年，像您这样蛮不讲理的家长还真是少见。我是为了谁啊？不还是为了小芳好吗？小芳这时候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。妈，你为什么非要这样？小王人这么好，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搞成这样？你个没出息的！丈母娘气得直跺脚，你以为他是真心喜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男人都是这样，不给够彩礼，他们根本就不会珍惜你。你看看你表姐，当初要了40万彩礼，现在过得多好。这时候，小王突然从外面又走了回来。阿姨，您说的表姐，是不是住在长安小区的张月？丈母娘一愣，你怎么知道？小王冷笑道，我告诉您个事，张月已经离婚了，就在上个月。就因为他家收了40万彩礼，把男方家里弄得债台高筑。后来小两口天天因为钱的事情吵架，最后离婚收场。您觉得这样的婚姻有意思吗？不可能，丈母娘脸都白了，你胡说。小王继续说，您不信可以去问问，我们单位就有人认识张月前夫的表弟。现在张家为了面子，还一直瞒着所有人呢。您非要把女儿往火坑里推，您觉得这样对吗？这下可好，丈母娘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坐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趁机劝道，大姐，您看看，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。婚姻不是做生意，您总想着彩礼，却不想想小两口以后怎么过日子。您这样做不是害了女儿吗？小芳这时候也跪在丈母娘面前，妈，求求你别这样了。我真的很喜欢小王，他对我特别好，您就别为难他了好不好？丈母娘看着女儿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终于有点动摇了。可是现在的人都说彩礼给的少，
亲家那边会看不起人啊。小王听了这话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阿姨，您要是这么想，那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爸妈知道我要结婚，开心还来不及呢。他们就嘱咐了一句，只要人品好，其他都好说。您觉得这样的亲家会因为彩礼的事情看不起您吗？”说到这里，丈母娘眼圈也红了。我也是怕小芳吃亏啊。现在这社会，结婚不要彩礼的都没几个。我赶紧接话说：“大姐，你想啊，小王条件这么好，完全可以找个家里不要彩礼的姑娘。但是他为什么愿意给18万呢？这不……”小芳也在旁边说：“是啊妈，小王对我特别好。上次我感冒发烧，他大半夜开车送我去医院，一直陪在我身边。这样的人比什么彩礼都重要啊。”丈母娘听着听着，终于红着眼圈说：“小王是我太钻牛角尖了，我就是听街坊邻居说，现在结婚不要个20-30万彩礼，就显得娘家没本事。”小王这时候也冷静下来了：“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芳的。彩礼的事情我还是按照原来说的18万，但是我保证以后一定会让小芳过上好日子。”最后，在我和小芳的劝说下，丈母娘总算想通了，不但答应了18万的彩礼，还主动表示要给小芳准备一些嫁妆。婚礼当天，小王和小芳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。丈母娘在婚礼上还特意站起来说：“我要谢谢小王，是他让我明白了，婚姻不是买卖，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”现在小王和小芳已经结婚快1年了，小日子过得特别甜蜜。前几天他们还特意来婚介所看我，说要请我吃饭。小芳还悄悄告诉我，她已经怀孕3个月了。丈母娘高兴的逢人就说要当外婆了，这不就挺好的吗？所以说啊，大家千万别把彩礼看得太重，真心对待感情才是最重要的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，给丽姐打赏哦。丽姐还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相亲故事。